梁子，爷爷走的那天晚上，邪性的很。那时候刚过12点，灵堂里没开灯，听得人心里发毛。突然，爷爷那只手猛地伸出来，死死掐住了我。井，那是镇龙的井，封不住了。梁藏子，外面那是啥事儿啊？别怕，我出去看看。我后背的冷汗早就把衣服湿透了。这口井，自从我记事起就被青石磨盘压着。磨盘自己动了。梁子，鬼！有鬼！我们死死关上门，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毛骨悚然的声音。那天晚上，我和阿秀谁也没敢睡，听着外面那令人牙炎的滋啦声响了一宿，直到鸡叫头关，那声音才停歇。一大早，隔壁住着的瘸子老拐就来了。他平时拄着根被盘得油光锃亮的木拐杖，人送外号笑面虎。平时看着热心肠，其实一肚子坏水。他也不看我们，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院子里那口井。哎呦，梁子，节哀呀！昨晚动静挺大，是不是井里的龙王爷翻身了？拐叔，少阴阳贵气，地动了而已，磨盘没放稳。地动？嘿嘿，那你去看看，地动能动出洪水来。我心里一咯噔，什么洪水？我赶紧跑到井边一看，这一看，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昨晚的黑水竟然变成了鲜红的血色，那血水甚至溢出了井口，流得满地都是。更恶心的是，水面上飘着一层白毛，像是发了霉的死猪肉。阿秀跟在我身后，捂着嘴干呕。这是啥呀？这时候，我那瞎了眼的奶奶走了出来。她虽然看不见，但那成全白的眼珠子对着井口的方向。奶奶手里不停地捻着一串黑色的佛珠。血水满金山，梁子，这井千万动不得，动了是要死绝户的。死绝户？阿婆，都啥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这明显是底下有死东西烂。老拐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挑唆。梁子，你这才刚结婚，要是守着这口臭井，以后你媳妇儿要是生不出大胖小子，那才是真的绝户呢。老拐这话正好戳中了我的软肋。我看了眼阿秀那张苍白的脸，心里那股火腾的就上来了，瞬间盖过了昨晚的恐惧。我咬着牙，恶狠狠地吼道：掏！管他底下是龙王爷还是阎王爷，今天我就把他抽干！我倒要看看是啥玩意儿在装神弄鬼。一旦下了决心，我也就不管奶奶怎么阻拦了。老拐比我还积极，又是帮忙接管子，又是帮忙拉电线。随着机器轰隆隆的响起来，黑红色的腥稠井水顺着管子喷涌而出，整个院子瞬间弥漫着一股铁锈和腐肉混合的怪味儿。抽了大半天，井底终于露了出来。井并没有多深，底下是一层厚厚的黑色淤泥。有东西，梁子快看！老拐兴奋的连拐杖都扔了。快拿叉子，是个大家伙！我抄起一把钢叉，腰上系着绳子，顺着井壁滑下去。井底那股晕冷的气息直往骨头缝里钻。我看见淤泥里隆起一个巨大的包，看形状像是一块大圆石头。我让你装神弄鬼！一声金属撞击的脆响，那东西竟然硬得像铁板一样，钢叉根本扎不透。那是宝贝！快拿网兜捞上来，别扎坏了！折腾了1个多小时，我们要么是用绳子拽，要么是用棍子撬，终于把那东西弄上了岸。当那东西被洗刷干净，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一只足有脸门大小的老龟，壳边还缠着几缕已经腐烂发黑的红布条。龟的背上竟然长着一张类似人脸的花纹，五官扭曲。它脖子伸得老长，死死地盯着我。老天爷呀，这是镇煞的灵龟呀，是保家仙！老拐却围着老龟转了好几圈，那眼神就像是看见了一座金山。阿婆，你这就糊涂了，这龟把水弄成血水，算哪门子保家仙？梁子，这可是100年的老东西，
龟肉是大补，更重要的是，那龟壳是值钱的中药材，拿到城里卖个几万块不成问题。你要是嫌晦气，叔帮你处理了。这个数字像是一道炸雷，在我脑子里炸响了。爷爷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我现在穷得叮当响，心里的恶念瞬间压过了恐惧。凭啥给你？嘿嘿，行，你家的。不过叔提醒你，这玩意儿邪性，镇不住可别怪我没说。贪婪一旦生了根，就比毒草长得还快。只有我像着了魔一样，在厨房里磨刀，磨刀时发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那只老龟被我翻过来放在案板上，四肢还在无力的滑动，指甲刮咔着铲板，竟然和昨晚井里的声音一模一样。看着他背上那张像人脸一样的花纹，我心里也发毛。但一想到老拐说的几万块和大补，那股恐惧就被贪婪吞噬了。几万块？别怪我，要怪就怪你把我家井搞臭了。我举起菜刀，对着老龟那满是皱纹的脖子狠剁了下去。那一瞬间，我发誓听到的不是动物叫声，而是刚出生的婴儿啼哭。血溅了我一脸，滚烫的，带着一股腥甜味。我看着手上的血，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1个小时后，一大锅炖肉端上了桌，肉汤黑乎乎的，看起来很浑浊，但是香气扑鼻，那种香味很奇怪，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芬芳，勾起人最原始的饥饿感。老拐闻着味儿就来了，他站在门口，喉结上下滚动。梁子真炖了。老拐咽了口唾沫，眼睛直勾勾的。炖了。我夹起一块肉。拐叔想吃啊？没门儿！我故意气他，大口咬了下去，肉入口即化，浑身立刻燥热起来，像是有火在烧。好，真是好东西！我吃得满嘴流油，整个人都充满了力量。老拐站在阴影里，死死盯着我拿着肉的手，嘴角突然勾起一抹阴森的笑。吃吧，梁子，多吃点儿，吃进肚子里，那才是真的血债血偿。说完，他转身走了，背影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那一晚，我像是个饿死鬼投胎，把大半锅肉都吃了。我还逼着阿秀也吃了几口，我说这能补身子。阿秀满脸泪水，眼神绝望。阿秀边哭边吃，拼命挣扎。阿秀把我喂给他全吐了。但我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谁？给我滚出来！没有任何人影，没有任何人，只有满院子的死寂。突然我发现院角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前半截深，后半截浅，这是有人垫着脚尖在走路。垫脚尖走路，这根本不是鬼，鬼是没有脚印的。难道是？我冲到老崴家墙外，透过砖缝往里看。这一看，我浑身的血都凉了。他供着的竟然是那块破碎的龟壳。他手里拿着小药瓶，正往活鸡嘴里灌着什么，脚边的盆里套着洪水，那味道和我家井里的泄水一模一样。吃吧，梁子，吃了我的药引子，你就得用命来还。井里的泄水是铁锈粉条兑的，死鸡是被毒死的，这根本不是龟煞，是我中了毒。老拐利用我的贪婪，让我吃下了剧毒的龟。正当我想冲进去算账时，我感觉裤腿一紧，一只被剥了皮的死猫正死死咬住我的脚踝。我猛地甩开死猫，身后突然传来阿秀呆滞的声音：梁子，你看，爷爷来接我们了。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对着自己的脖子，嘴角挂着和水面倒影里一模一样的诡异笑容。爷爷说井里冷，让我下去陪他。阿秀，你疯了！我大吼一声扑了过去。那一刻，我的心脏几乎骤停，月光惨白的像死人的脸照在阿秀身上，寒光一闪，血珠顺着刀刃滚落。阿秀，你疯了！阿秀的力气大得吓人，根本不像是个平时连瓶盖都拧不开的弱女子，眼神空洞的像2个黑窟窿。梁子，别拦着我，爷爷说井里冷。声音粗哑，像死去的爷爷。那是假的，那是老拐那个畜生搞的鬼。我一把抱住他，2个人滚倒在冰冷的泥地上。就在倒地的一瞬间，我闻到了一股味道，除了腥臭味，还有一股淡淡的甜腻的香味。这味道我很熟，就在刚才我在老拐家墙根下闻到过。阿秀猛地咳嗽了几声，眼神里的空洞逐渐散去。梁子，我怎么了？那老东西不光给鸡下毒，他那香也有问题，那是迷魂香。别怕，没事了。听着，不管看见啥都别信，这院子里没鬼，只有人，比鬼还毒的人。安顿好阿秀，我重新冲回院子，手臂上的鳞片在月光下泛着黑光，那种痒已经变成了痛。我捡起那把带血的剪刀，死死握在手里。老拐，既然你想玩阴的，老子今天就陪你玩到底。我不光要拆了你的神龛，我还要扒了你的皮。我一脚踹开了院门，直奔隔壁而去。看看你这笑面虎的到底是不是黑的？可当我冲到老外家门口时，发现大门敞开着，
院子里空荡荡的，老拐不见了，只有那个神龛还在冒着青烟，香已经烧完了，地上那盆洪水还没倒。好了，王八蛋！我像个疯子一样在他的屋里翻找。屋里很简陋，一股子霉味。我像个疯子一样在他的屋里翻找，手电筒照向床底深处，在他的床板下面，我摸到了一个硬东西。我摸到一个厚厚的包裹，打开里面是一本账本。我颤抖着手翻开，借着手电筒的光。3月5日，投死猪2头入井养煞。6月8日，撒尿素红粉，水变色。7月14，爷爷发现了，但他快死了，不足为惧。老拐慌不择路，竟然跑回了老宅的方向。我们一前一后，像2个疯鬼一样冲进了我家那片狼藉的院子。跑啊！你在跑啊！老拐被我堵在了院子中间，身后就是那片洪水井。他怀里死死抱着那个装钱的皮箱，脸上终于露出了恐惧的神色。梁子，你别冲动，输也是没办法呀。这钱分你一半行不行？咱们去大医院，肯定能治好。我信你个鬼的一半！拿你的命赔！我猛地扑了上去，老拐举起手里的皮箱，狠狠砸在我的伤口上。我惨叫一声，左臂疼得差点失去知名。老拐用手死死抓住了我的衣领，2个人扭打在一起，在满是红泥的地上翻滚。松手！你个烂鬼！老拐像发疯一样抠我的眼睛，老拐拐用牙咬我的肩膀，我根本感觉不到疼，我像是一头受了伤的野兽。我也张开嘴，狠狠咬在了老拐的脖子上。老拐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鲜血喷涌而出，但他拼命挣扎，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把我踹翻在地。老拐爬起来，捡起地上的钢叉，那双3角眼里满是杀意，再也没有了平时的伪善。把你扔进井里，正好给下一只龟当饲料。这一刻，心里竟然出奇的平静。一切都完了。就在钢叉即将落下的瞬间，一道白影突然从屋里冲了出来。我去动俺家梁子！是阿秀，她手里举着那个沉重的青石磨盘的一脚，狠狠地砸在了老拐的后背上。老拐闷哼一声，整个人向前扑倒，像一颗炮弹一样冲了出去。他的方向正对着那口敞开的井口。突然，老拐的指缝间挤出来红色的泥浆，手一滑，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整个人翻过了井沿，一头栽了进去。声音在井壁间回荡，听起来就像是那晚老龟死前的惨叫。只有那个装满了30万现金的黑色皮箱孤零零地吊在井边。我和阿秀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听着井底的动静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归于此寂。天终于亮了，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响了起来，是奶奶报的警。当警察把老拐的尸体从井里打捞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吐了。他在水里泡了不到1个小时，浑身的皮肉都已经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像是中了剧毒。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盯着天空，手里还保持着抓挠的姿势，指甲里全是黑色的井泥。医生说我伤势很重，身体指标异常，左臂损伤严重，需要后续专业修复。那道特殊的印记或许会伴我一生，但我活下来了。望着这口藏着过往秘密与纠葛的古井，我心底只剩一片寒凉。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阳光下，井边的红泥还在泛着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仿佛看到井水微微荡漾一下，在那平静的水面下，似乎还有一双绿油油的眼睛。爷爷说的对，这井封不住。梁子，你醒醒！黄色警示隔离带在夜风中飘动，如一道刺眼的线条横切画面，将破败的院子围住。我和阿秀裹着毛毯，瑟瑟发抖地坐在车辆旁，左臂彻底失去知觉，仿佛不再属于自己，冰冷又麻木。勘察人员已经下去3波了。队长神色凝重，通讯设备被传来电路杂音。队长，没捞到！一声水响，勘察人员从井口爬了上来，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恐惧，像是刚才在水底下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空的，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掉下去的，那是100多斤的大活人啊，怎么可能没了？梁子，你冷静点。队长，这井不对劲，上面窄，底下是个大肚子，有暗河，水流特别急，淤泥太厚，全是红色的浑水，跟血汤子一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老拐的血，他平时走路跛，左脚磨得厉害。井底只有这个卡在石头缝里，人估计是被暗河冲走了。要是冲进了溶洞或者地下裂缝，那身影
再也难以寻觅。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直冲天灵。老拐没死，还是有什么影子潜伏在暗河里，默默注视着一切。那晚，警察做完笔录就撤走了，只留下了一道封条贴在井口。村里人都在传，说我是惹怒了龙王的罪人，迟早要遭报应。夜深了，我和阿秀挤在那张硬板上，谁也不敢闭眼。突然，一阵极其笑微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炸立。这声音我太熟了，是指甲刮擦石头的声音。可是这一次，声音不是从院子里的井口传来的，而是从我家头顶的房梁上传来的。老拐的尸体没了，但这索命的声音却像复古之躯，跟进了屋里。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一阵砸门声就把我和阿秀从噩梦中惊醒。是村东头李二狗的声音，平时性子急躁，嗓门很大。我推开门，只见李二狗手里拎着一只鸭子，眼神凶狠。他们手里拿着锄头扁杖，是来兴师问罪的。二狗，你干啥？我下意识地把阿秀护在身后。干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低头一看，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鸭子全身羽毛脱落，皮肤上竟然长出了一块块黑色的硬斑，呈六边形，附着黏腻分泌物，和我左臂上的印记和那只老龟的花纹一模一样。我家井里的水也变红了。今天早上起来打水，那一桶水腥臭扑鼻，浑浊异常。我这鸭子就是喝了那水死的。全村的井水都变红了，大家都说是你惹出了大祸。对，就是他。自从他出了事儿，村里就没安稳过。赶走这个惹祸的人。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全村的水都出问题了。我发疯一样冲出人群，跑到李二狗家的井壁。我打起一桶水，果然桶里的水泛着诡异的淡淡红色，水面上甚至也飘着那层白色绒毛，那股铁锈味和腐烂的腥臭味却是一样的。我明白了，我举着水桶，声嘶力竭的大喊：是毒！不是天谴，不是龟煞，是地下水被污染了。老拐家有化石水和化学药剂，顺着暗河污染了全村的水脉。大家别喝水，水里有毒！放弃！洪水溅了一地，像是一滩血。老拐都死了，你还往死人身上泼脏水？我看就是你身上长的那个怪灵传染的。你是妖怪，你要害死我们！人群越聚越多，而在他们眼里，我现在就是那只带来瘟疫的源头。那些平日里和善的邻居，此刻看着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和仇恨。恐惧能让人变成野兽。我下意识地捂住了左臂，那里纱布已经被黑色的脓血浸透了，新的鳞片正在疯长，那种痒和痛交织的感觉告诉我，毒素已经蔓延到了肩膀。就在局面快要失控，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准备上来绑我的时候，一辆黑色的面包车鸣着喇叭，蛮横地开进了人群。车门拉开，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村长王大富，挺着个大肚子，满脸油光；另一个是个穿着黄大褂，手里拿着桃木剑，留着山羊胡的瘦高个男人。都住手！吵吵啥？还有没有王法了？村长，梁子把村里的水都弄脏了，那是龟煞报复啊！村长没理他，而是转身对着那个黄大褂毕恭毕敬地说：黄大师，您给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那个被称作黄大师的人眯着一双三角眼，围着我转了2圈，鼻子不停地抽动着，像是在闻味儿。最后他用桃木剑指着我的眉心，忽然大喝一声：妖气冲天啊！这一子把周围的人都镇住了。这小伙子吃了镇河的灵龟，现在龟魂锁骨，怨气入髓，他已经不是人了，他是半人半龟的尸妖。如果不烧了他，他身上的鳞片就会像蒲公英一样飞出去，种在你们每个人身上。到时候全村人都得长鳞片，都得烂死。烧了他，烧了他！不和声此起彼伏，像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要把我淹没。我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此时都扭曲成了恶鬼的模样。他们怕死，所以要我去死。放屁！这是重金中毒，是工业污染。不知道哪里来的力冲出来挡在我面前，他手里举着那把还没来得及洗的大剪刀。谁敢动俺家梁子，我就跟谁拼命！你们这群瞎了眼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阿秀，我拉住他颤抖的手，心里却是一片冰凉。在这个闭塞的村子里，科学解释不了的恐惧，往往会演变成最原始的暴力。而村长王大富此刻正站在一旁，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我不傻，村长为什么来得这么巧？这个所谓的黄大师又是哪里冒出来的？老鬼刚死，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要置我于死地，这绝对不是巧合。当天晚上，村长带人强行封了我家的门窗，他们用手臂粗的木板把门钉死，窗户也被铁条焊住了，门缝越来越小，直到最后一点缝隙里出现了一只油腻的眼睛。梁子，为了全村人的安全，先把你隔离起来，等黄大师选好了吉时，明天午时3刻就在村口广场给你驱邪。你放心，要是你命大火烧不死你，那就说明你没中邪。火烧不死，那是人话吗？屋里被断了水断了电，漆黑一片，我们缩在墙角，听着外面村民轮流看守的脚步声。梁子，咱们跑吧，他们真的会烧死你的。那个和尚看你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猪。跑，往哪儿都盯着咱们，全村人的门窗都封死了。我绝望地看着窗外，院子里那口被贴了封条的井，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狰狞。我和阿秀用湿物裹住板凳腿，一点点地把窗栏撬开，每发出一点声音，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惊动了前门的看守。我拖着阿秀先钻出去，走，然后自己忍着左臂的剧痛，咬着牙挤了出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掩护。小哑巴在前面带路，他的身形瘦小，带着我们在玉米地里穿梭，避开了所有的岗哨。这里原本是一个监狱，后来废弃了。我的左臂疼得钻心，每一次心跳都像是在受刑，黑色的脓血顺着指尖往下滴，但我不敢停。阿秀突然拉住我，指着半山腰：梁子，你看，
废弃的矿洞入口处竟然亮着灯，隐约还能听到机器低沉的轰鸣声，像是地下有一头巨兽在啜泣。只见猫着腰摸过去，躲在矿洞几十米外的一片灌木丛里。只见矿洞门口几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正从洞里往外搬运一个个蓝色的铁桶。小心点儿，这批洗矿水浓度太高，别漏了，这可是钱。老板放心，稳着呢。说话的是村长王大富，简直就是一条狗。那小子怎么样了？老板您放心，那傻小子已经被我控制住了。明天中午一把火烧了，就说是龟煞作祟，神不知鬼不觉。我死死攥着拳头，恨不得现在就冲出去打他。没有什么龟煞，这群畜生躲在废弃矿洞里，用剧毒的强酸和重金属溶液非法提炼矿石。我家那口井正好在暗河的下游，我吃了龟肉，就是吃了浓缩的毒药。他们在拿全村人的命换钱。我要去报警。阿秀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要往山下跑，来不及了，我一把拉住他。你看，他们在转移证据。等咱们跑到镇上报警，警察再赶过来，这里早就空了，到时候咱们就是诬告，还是得被当成妖怪烧死。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矿洞旁的一个高压配冰箱上。阿秀，你会开车吗？会一点拖拉机，汽车没开过。我从兜里掏出一把车钥匙，那是刚才路过村长那辆没熄火的面包车时，我顺手从草丛里捡到的备用钥匙。你开着村长的车下山，直接去镇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撞也要撞进去。那你呢，梁子？你不走，我不走。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拖住他们，我得留下来保住证据。快走，再不走咱们都得死在这儿。为了咱们还没出世的孩子，快走！孩子，快走！孩子，如果有的话，快走！我捡起一块人头大的石头，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那个备电箱狠狠砸了过去。备电箱瞬间冒起了黑烟，整个矿洞的灯光啪的一下全灭了，机器的轰鸣声也戛然而止。怎么回事？停电了，快去看看！我像头受了伤的疯牛一样，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我忍着剧痛，用那条已经长满鳞片的左臂狠狠撞翻了最外面的一个铁桶，刺鼻的酸味瞬间弥漫开来，蓝色的毒液流了一地。谁？光柱打在我那张扭曲的脸上，看到是我，王大富吓得脸都白了。梁子，你是人是鬼？你怎么出来的？我是来索命的恶鬼！我怒吼着，随手抄起地上的一根废弃铁棍，朝着王大富就冲了过去。他并没有像村长那样慌乱，那个金丝眼镜男显然是个见过世面的狠角色。他并没有像村长那样慌乱，而是迅速掏出一把折叠匕首，眼神阴冷。找死！他身手敏捷，一刀刺向我的胸口。我侧身一躲，但毕竟受了伤，动作慢了半拍，那一刀狠狠地划在了我的左臂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划在那些坚硬的黑色鳞片上，竟然发出了滋啦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刀印竟然划开了，只留下了一道白印。这该死的鳞片，这折磨得我死去活来的变异组织，此刻竟然成了我的护甲。我愣了一下，随即心中涌起一股狂喜。既然我已经变成了怪物，那就让我用怪物的力量来惩罚你们！我顺势挥起那条布满黑鳞的左臂，狠狠将眼镜男击退。我手臂上的脓血和毒液溅进了他的眼睛里。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眼镜男捂着脸，发出了惨叫，发出了惨叫。村长见势不妙，爬起来想跑，我哪能让他跑了？我扑过去，死死抱住他的肥腿，朝着腿一口咬了下去。放开我！梁子，给你钱，给你50万、100万，我有钱，我什么都给你，留着去和村民说吧，死也不撒手。就在这时，那几个穿防护服的打手围了上来，他们手里的铁锹和棍棒雨点般落在我的背上，我感觉肋骨断了，眼前阵阵发黑，但我死死咬着牙，像一只发了疯的鳄鱼，就是不松口。我要拖住他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会让他们跑了，给阿秀争取时间。就在我快要被打失去意识，意识开始模糊的时候，矿洞深处那条连接地下暗河的排水沟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那声音沉重浑浊，像极了爷爷临死前的喘息，又像是某种巨大的两栖野兽在泥潭里爬行。像极了爷爷临死前的喘息，又像是某种巨大的两栖野兽在泥潭里爬行。什么东西？黑暗中，一个佝偻的身影拖着一条断腿，借着村长掉在地上的手电筒光，看清了那个东西，那是一个人，或者说曾经是一个人。溃烂的伤口处竟然长出了黑色的鳞片，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充血肿胀。老拐盯着村长和眼镜男。是老拐？他没失踪，还活着。
他顺着那条充满剧毒废鼬的暗河，一路被冲到了这里。在剧毒的浸泡下，他变成了真正的怪物。救命！老拐的声音嘶哑破碎，像是2块砂纸在摩擦。老板，给解药，我疼，我好疼啊！我不认识你，混蛋！老拐被踹倒在地，但他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一声枪响打破了这地狱般的混乱，山脚下传来了警笛声，红蓝色的光芒穿透了迷雾，像是一把把利剑刺破了这里的罪恶。阿秀跟在后面，头发凌乱，脸上带着伤，显然是一路撞上来的。梁子，你怎么样？阿秀哭喊着扑向我，打手们慌了，丢下棍棒四散逃窜，但很快就被按倒在地。那个眼镜男绝望地举起双手，被警察死死按住。村长瘫倒在泥水里，吓得晕了过去。而那个变成了怪物的老拐，在看到警察的那一刻，仿佛耗尽了最后一口气。他趴在地上看着我，那只眼里竟然流下了一行浑浊的泪。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头一歪，彻底不动了，像一滩烂泥，回归了大地。我费力地抬起那只完好的右手，我擦了擦他脸上的泪水。没事，阿秀，咱家的井干净了。说完这句话，我眼前一黑。梦里，我一直在那口井里往下坠，四周全是红色的浑水和无数只抓着我脚踝的手。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一只温暖的大手抓住了我，把我拉出了水面。是爷爷，爷爷笑着对我点点头，然后转身走进了迷雾里。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洁白的病床上，阿秀趴在床边睡着了，眼圈黑得像熊猫。医生告诉我，我的命是捡回来的，虽然命保住了，但左臂坏死严重。医生正准备给我下达截肢通知书，可是当纱布解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医生告诉我，我的命是捡回来的，虽然命保住了，但左臂坏死严重。医生正准备给我下达截肢通知书，可是当纱布解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那些毒林竟然像死皮一样退掉了，连行医几十年的老教授都直呼去学奇迹。阿秀醒了，哭着扑进我怀里。那一刻，我觉得受再多苦都值了。几天后，带队抓人的黑脸队长来看我，带来了一切尘埃落定的消息。那个矿洞的幕后黑手双目失明被判了无金，村长结了肢，下半辈子也把牢底坐穿。警方顺藤摸瓜，捣毁了整个产业链。国家也派了环保专家，彻底净化了被污染的地下水系。那口吃人的镇永井被彻底用钢筋水泥封死了。半年后，我和阿秀在爷爷坟前烧了最后一次纸。阿秀怀孕了，是个男孩。我们在镇上盘了个小店，日子虽然平淡，但踏实。经历了这一切，我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世上没有什么鬼神作祟，真正的魔鬼是贪婪，而能战胜他的，只有人心里的那点正气。